统辖兼之战。156年5月19日，尾张和三河的交界，东边来的是金川义元这一代最强的大名，西边挡住的是织田信长，26岁，还没有人听过。那天早上，义元还在赢，日落之前他死了。织田信长的一生是从这个下午开始算的。一个正在赢的人可以输得多快？先看一样东西。一个夏天的傍晚，尾张青州城里面一颗头，台上这颗头属于金川义元，骏河、远江、三河三国之主，当时整个东海道上最强的大名。42岁，同一长手石简记下来的首级3000多颗，其中一颗是他自己的。杀死他的那支军对人数大概是他的1/10，但那天最反常的地方不是人数，是他刚刚赢了。天亮之前，那个要杀他的人唱了一段敦盛，披上甲，站着把饭吃完，然后带5个进士出城。3里路一口气跑到热田神宫，拜完抬头，看剑南边2道黑烟，信长插在大高城外面的2座寨已经没有了。到中午，义元人在统辖尖山上听完捷报，叫人把谣唱了3次。2个钟头之前，这场仗看起来已经打完了。由那3次谣到青州城台上这颗头，不到2个钟头。那2个钟头要成立，先要有一条界限。金川义元手上有3个国，骏河、远江、三河。织田信长，尾张的大名，出身织田家的分家，手上只有1个国，而那一个国他拿稳了大概1年。156年，织田信长26岁。4年前，他亲弟弟带助人想取代他，被他打赢，之后那个弟弟死在青州城里面。换句话讲，他连自己家都还没完全坐稳。金川义元42岁，他不是嫡长子，是第5个儿子，本来在寺里做和尚。1536年家里争位打成内战，他打赢了，才成为金川家的主人。而替他设计那一场以及之后每一场胜仗的人叫太原雪斋。雪斋1555年就死了。这一仗是义元第一次在没有雪斋的情况下打的大仗。把义元推到那条路上的东西花了24年。1548年，雪斋在小豆坂用伏兵打垮织田信秀，信长的父亲。三河从那时起变成金川的地盘。1549年，一个6岁的三河小孩被送进郡府做人质。1552到54年，金川、武田、北条之间办了3场婚事，把北边同东边2条边界都封起来。做完这一切，义元才腾得出手向西。但真正把2支军队拉到统辖间的不是婚事，是一次背叛。1551年前后，尾张的山口教济倒戈投金川，把明海城交了出去，跟着又拿下大高塔挂。金川不用打1场仗，就在尾张内部拿到一块有成的地。信长的回应是在这块地外面修了5个寨，丹下、善照寺、中岛围住明海，丸根、旧金围住大高。2座金川的城被2圈织田的木头夹在中间，粮道断了。这5个寨是1559年前后修的，也就是说那片地他熟。所以156年5月，义元动了。5月12日，
他由郡府出镇。5月17日到塔挂城，这个日子有一说是18日。5月18日晚上，18岁的松平元康冒夜把粮食运进被围的大高城。5月19日天还没亮，丸根同就金同时被攻。织田信长这一边能动的人不多，守丸根的是佐久间胜重，守就金的是范尾定宗，两个人都死在自己的寨里面。而同样在就金的织田秀敏连夜骑回青州报讯，他活了下来。天亮之前，两座寨都在烧，守军没有守，他们冲出去打，然后死在外面。讲这一仗之前，要先把地图改回去。156年，这一带的海不在今日的位置。热田是一个突出伊势湾的甲，明海前面是一片潮滩，而大高城坐在河口临水，所以围住大高不只是围一座城，是掐住一个港。丸根同就金离大高城各只有800公尺，800公尺就是守军每天睁开眼看到的东西。今日的大高城基骸留住本丸、二之丸同空窟，而这张图是江户时代的人把它画下来的样子。金川军到底有多少人？45000，这个数字出自《信长公记》，而写的人是织田家的家臣。他的偏向很清楚，对面报大，自己这边赢的就越漂亮。现代学者按石膏推算，大概25000，也有人算到1万多。但这一集不打算在这个数字上面纠缠，因为5月19日下午，真正重要的不是这支军队有多大，是它散在哪里。元康在丸根，太朝在就金，长照困在大高城里面，冈部元信守住明海城，那座城他一直守到最后，从来没有丢过。每一支都在做一件必要的事，而每一支都不在议员身边。中午前后，议员的本队停在一个叫统辖尖山的地方休息。信长公记写的是在统辖尖山上让人马歇一口气。山上不是山谷，这个名字里面的辖尖2个字误导了400年。把时间倒回一晚，5月18日深夜，青州城，信长把家臣召集起来，开了一个会。会上他什么命令都没有下，只讲了些闲话，然后叫大家回去睡。老臣走出去的时候说了一句，运到头的时候连智慧的镜子都会蒙尘，意思是这个人完了。他当时有3条路：守在青州，把城门关上；放弃尾张东部，把防线缩回来；或者出城，用远少于对面的兵去野外找对方主力。他一句都没有讲。凌晨4点左右，丸根同就金受攻的消息到了。他起身，一边穿甲，一边唱了一段敦盛：人生50年，跟天地比起来，不过一场梦。站着把饭吃完，然后他出城了，带住6个人。青州到热田11公里半，信长公记写3里一口气，跟今日量出来的距离对得上。路上人陆续追上来，到热田的时候大概200人，到善照寺寨的时候勉强凑到2000到3000。他在热田神宫停了一下，拜了一拜。这道墙是他打完这一仗之后为了还愿修的。
本来大概400公尺，今日还剩120公尺左右。早上8点左右，他在热田看到东南方2道黑烟，不用等人来报，2座寨已经没了。上午10点左右，信长到了善照寺寨，兵籍到2000到3000。由这里到议员休息的那座山，3公里2，不是山路，是一片看得见的缓缓上升的开阔地。换你来决定，你手上2000人，对面几倍于你，2座寨已经烧掉，你的人还在路上，而你其实不确定对方主力在哪里。现在就压上去，还是等1个钟头，让后面的人跟上来？他选了往前，而且是往前到中岛寨，再进600公尺，进到一条2边都是深田，只能一骑一骑过的路上。家老拉住他的袖，拉住他的马配。如果他在这里多等1个钟头，后面的人会跟上来，但议员那边也会多1个钟头，休息完重新上路。到时候要打的那个目标就不在任何人以为的位置上了。他甩开他们过去了，由中岛寨再量一次，到那座山剩2公里9。到中岛寨的时候，跟着他的人信长公记的原文是不足2000。现在把2个人手上的东西摊开来比，信长那一份是凌晨4点的消息，到这时候大概4个钟头大。而且他跟士兵讲的那句话，对面走了1夜很累，是错的。金川本对根本没有夜行军。议员那一份是早上8点的捷报，2座寨都拿下了，到这时候大概5个钟头大，而且每一个字都对。一个人拿着新的错的，一个人拿住旧的对的。关于这一仗没有任何同代的话，一张都没有。你见过的每一幅统辖间都是270年到350年之后画的。议员在山上听到2座寨拿下的消息，让人唱了3次谣。这不是轻敌，这是一个打了胜仗的人在做该做的事。问题是他身边的人不多，而其他每一支都在别的地方做住别的必要的事。中午，织田这边有2个人自己冲了上去，佐佐正次同千秋纪忠。2个人都死了，带去的人死了大概50个。这一次到底是诱敌还是自作主张，到今日还有争议。但无论是哪一种，它造成的效果只有一个。他确认了议员手上那份5个钟头之前的判断，织田军不成气候。在他的画面最需要更新的那一刻，这一撞把他盯住了。下午1点左右，信长从中岛寨往前推，方向朝东南，正面压上去，没有绕路，没有翻山。讲到这里要停一下，因为你看过的版本多半不是这样的。161年的信长公记向东正面，没有迂回，没有奇袭。1622年，一个叫小赖辅安的人把它改写成读物，他替良田出羽手编了一段话，绕到后面去打，顺便把那长语改成了浓到看不见的雾。他的偏向也很清楚，他要卖书，2000人正面撞上去，读者不会信，有雾，有奇袭，有妙计才好看。到1899年，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把它写进了这本书，迂回路线、间谍、查出本阵位置全部齐了。而这是一本给参谋学校用的教材。就在这时候，
下起雨来，还夹住冰雹。风像是从织田军的背后打在金川军的脸上。大褂卡上一颗2-3人合抱的大南被吹倒了，向东。有人说这是热田大明神的兵吧。换个位置看，你现在坐在统辖尖山上的本镇里面，你手上这张图写下来的时候，每一点都是对的。织田军在善照寺寨，你早上8点知道的，中午还有一只撞上来，被你打光了。你没有任何理由怀疑这张图。所以真正的分别不在勇气，也不在人数，在于一份判断送到之后多久会变成一个动作。信长那边是4个钟头，议员那边有早上8点之后再没有动过。然后雨停了。信长公记的原文是，他看见天放晴了，才举起长枪大喊一声上。所以那场暴雨不是掩护，他在冲锋之前就已经结束了。下午2点左右，2000人撞进了一个正在休息的指挥部。这时候其他部队在哪里？在丸根，在旧金，在大高城里面，在明海城里面，每一支都在1段路之外。而这一仗打完用不到2个钟头。议员身边的护卫结成一个圆阵，一边打一边退。信长公记写大概300骑，退到最后剩下50个左右。服部小平太先刺到他，膝盖被反手砍开。毛利新介补上，取了首级。接下来发生的事不是一哄而散，是消息用不同的速度传到不同的地方。有些人还在打，因为还不知道。冈部元信在明海城里面，城没有丢。一支军队之所以是一支军队，是因为他们共用同一张图。那天下午2点之后，那张图没有人再画了。第2天，青州城坐守实检。信长公记记的数字是手数3000余，这是点到的首级数，不是阵亡总数。织田这边死了多少人，没有任何一份记录写过。他从尸体上取走了一把刀，然后把刀磨短，在刀身里面刻上2行字：永禄3年5月19日，议员讨捕，以及自己的名字。这把刀今日还在。400年来，这一仗被讲成一个轻敌的故事。但把那天摊开来看，他的本队刚拿下2座寨，中午还打退了1次突击，身边有300护卫，人在山上。这不是轻敌，这是一个打赢的人在休息。真要说他缺了什么，是太原雪斋，已经死了5年。赏赐名单上有一个名字排得很前，筑田出于手，他拿到了塔挂3000贯，比取下首级的毛利新介还要前面。他做了什么？最早那本书一个字都没有写。12年后变成讲了一句好话，再4年加上了3000贯同一座城。到1899年变成他派间谍查出了本镇位置，而且是他提出奇袭的。赏是真的，理由到今日还是不可考。还有一件事，冈部元信守著名海城，一直没有丢。最后他跟信长谈了一个条件，成交出来换他主人的首级，然后他带住那颗头
走回浚河。但要公平讲两句，而且这两句历史学家的意见并不一致。第一，信长手上那份也是错的，他赢了不代表他知道得对。第二，不足2000，有学者认为只是他的直属不对。柴田胜家森可成那天在哪里？史料一个字都没有写。本阵到底在山顶还是在鞍部？另一派学者的看法完全不同。藤本正行甚至认为统辖间山根本是整条棱线，所以哪一点都钉不死。7层全部过一次。地理没影响，那座山不是原因，而且它根本不是山谷。政治同后勤有影响，山口倒戈造出那块突出部大高被围。兵器没影响，那天两边一样湿。数字有影响，但不是决定性的。战术有影响，情报决定性，而且不是内容，是年纪。还有一件事要讲清楚，这一仗没有定下天下，金川家不是这一天亡的。5月23日，松平元康回到冈崎城，他没有立刻返，他等金川的守军走了才进去。2年之后才有青州同盟，3年之后才改名家康。而金川家1569年挂川开城才亡，9年之后。还有一个反讽，后世说义元那次是要去京都的，学界共识是他不是，而真正走完那条路的人是8年之后的织田信长。最后看一次这块板，义元死了，雪斋早5年就死了。那个18岁的人质3年之后改名家康，而今川世真丢了3个国的那一个，1615年死在江户，77岁，是个写和歌的人。他丢了国，保住了家。那为什么1899年的参谋本部要把它写成那样？因为他们的偏向是教学上的需要，他们要一个本国的以寡击众，靠机动取胜的先例，用来教军官。于是他们在一本1622年的小说里面找到了一个3个人3个年代3种偏向，没有一个是在说谎，每一个都在写自己需要的那一版。本集的出处最主要的一本是信长公记，而他的手卷是全书最弱的一卷，成书大概161年，作者当天不在场。顺带一提，现存的写本把这一仗的年份写成1552年，错了8年，连最好的史料都是抄本的抄本。最后，今日有2个地方都说自己是统辖坚固战场，相距1公里。其中一个是国家指定史迹，而那个指定的正式名称是统辖坚固战场传说地。连国家指定的都是一个传说。下一集离开日本往前推2000年，公元前26年，秦国同赵国在一个叫长平的地方对峙了3年。那一仗不是输在情报心，就是输在一道换将的命令。